我们村的人每到18岁就要换上别人的皮，不然就会腐烂而死。可距离我弟18岁生日已经过去1周了，他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皮肤。想到这，我把目光移向身边的男友。男友正在呼呼大睡，他是个富二代，所以很注重保养。男友的皮肤光滑紧致，充满弹性，尤其是他还有明显的8块腹肌。当初我就是馋他身子才和他在一块的。突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我妈的电话。我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，她隐忍着哭腔，颤抖着说我弟的身子已经开始腐烂了。疼，妈，我好疼啊！电话里传来我弟痛苦的呻吟声。要是你弟再找不到合适的皮换上，最多1个月他就会腐烂而死。我妈哭得不行。我说了声知道了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秘密，我们村的人从刚出生时就没有自己的皮肤。18岁之前，我们都不敢到村外头去。好在我们村资源丰富，也算能自给自足。等到18岁生日时，将会由家里的长辈给我们带回人皮。我的皮就是我爸给弄回来的。可惜我爸在杀了那女孩后，被他家人发现了，受了重伤。他强撑着回到村里，把皮交给我后就离世了。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，唯一能给我弟找皮的就只剩下我了。我的手指轻轻地划过男友紧实的小麦色皮肤，最终停在了他的后脖子上。我见过村里其他人剥皮，轻轻在脖子这里一划拉，整张皮就会被撕下来。我们村有特制的工具和药水，可我有些不忍心。我和男友启辰在一起3个月了，他对我很好，可我一闭眼就想到那些没找到皮、腐烂而死的人的样子。我不想我弟也变成这样。突然，启辰的手机接连震动，我出于好奇拿过了他的手机。我和启辰在一起已经3个月了，可我却从未看过他手机。我试了一下解锁密码，我的生日不对。我灵光一闪，试了季晨的青梅的生日，成功解锁了。我目光沉沉地看了一眼启辰，启辰的微信置顶同样不是我，而是他的小青梅周青。他给周青的备注是宝宝，给我的备注是原名。两人每天都保持着高频率的聊天，甚至比和我发的消息还多。启辰的微信里还有一个叫做兄弟会的群聊，我点了进去。顾军，陈哥，还是你溜啊，这么快就被你拿下了。这女的身材是不错，可还是没办法跟周青比。李刚还是陈哥一起，全程给我们开直播了，让单身兄弟大饱眼福啊。顾军，你小心陈哥生气，周青那可是陈哥的白月光啊，哪能跟这种货色比。群里有一段长达20分钟的视频，我点了进去，里头出现我和启辰交缠的样子。我面无表情地关掉了视频，盯着启辰熟睡的样子出神。也就在这时，兄弟会里顾军发了新的信息。顾军，陈哥，你上次说要带我们去白岩老家玩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呀？你知道的，我粉丝最喜欢看我欺负农村人了。我最近正在和别的主播进行 PK 赛，正缺素材呢。正好最近兄弟我饥渴难耐，找几个农村妹子玩一玩。白岩长得挺漂亮的，他那村里估计都还不错。你说他妈会不会也长得可以哦？要不要也一起玩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李刚，卧槽，顾军你真他妈重口，哈哈哈哈！之后的聊天不堪入目，看到这些聊天记录，我才知道启辰他们之前一直私下里玩弄女孩，甚至他们会互相把视频跟对方分享。我将启辰的手机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。启辰似乎察觉到什么，睁开了双眼。妍妍，怎么还不睡？启辰将我搂在怀里，我的手伸到了他后背，做了长甲片的指甲缓缓滑了下来。启辰嘶了一声，有点疼。妍妍，别闹了。我微微一笑。启辰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我老家吗？启辰先是一愣，随后有些激动。你终于肯带我回去见你家人了？之前你不是一直不同意？我笑容加深了。我改变心意了，你对我很好，我想带你回去看看我的村子，顺便把周青和你的那2个朋友一起带上吧。启辰震惊地看着我，妍妍，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周青和我那2个兄弟吗？我撒娇般地钻入启辰的怀里。我们村剥皮的时候是不会给人打麻药的，因为只有生剥，那皮才是新鲜的。只是不知道启辰到时候会不会挣扎很厉害，是我以前不懂事，不该误会你和周青的关系，你们只是发小吗？你那2个朋友我也得学会接受，毕竟我可是你的老婆呢。我笑眼弯弯，我们村马上要18岁的人可不止一个，1张皮可不够呢。第2天一早，启辰便开着车带着我们回村。周青坐在副驾驶座，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，低领，轻轻一弯腰就可以看见胸口。周青身材果然不错，我这张皮的身材确实和他没法比，要不到时候换下。我盯着周青的后脑勺出神，周青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柔柔弱弱地转过头。姐姐，我晕车，坐在副驾驶座会舒服点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微笑着摇了摇头，不介意，当然不介意，你们能来我的村子，我非常开心。我非常真诚地说道。顾军和李刚还以为我故意在讨好他们，轻蔑地嗤笑一声。
有些人就算再怎么讨好，也融入不到我们的圈子里。是啊，穷酸就是穷酸，他们阴阳怪气地说道。几晨阻止了顾军他们继续说下去，怕我不高兴。我们村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从市里开过去至少要3个小时，最后一段路还不能开车，都是未修好的山路，得走半个多小时。这也是人只要被带回我们村就逃不出去的原因。一路上，周青他们说说笑笑，他们都是从小就认识的。周青说着几晨小时候的趣事，几晨单手开车，无奈地点了点他的鼻子。你嫂子在，给我留点面子吧。周青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他们之间有一股自带的亲密氛围，我根本插不上嘴。半路，周青渴了要喝水，我刚准备递过去一瓶新的矿泉水，周青却直接拿过几晨喝过的那瓶。嫂子，我和我陈哥从小就这样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周青娇着嗓子说道。几晨，你嫂子知道我把你当妹妹看待，她不会介意的。我笑而不语。随着车愈发靠近我们村子，周围的人烟也愈发稀少起来，路变得更加颠簸，天色沉沉，似乎马上要下暴雨的样子。几人聊累了，开始昏昏欲睡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李刚突然大喊一声醒了过来，大家都被他吓了一跳。李刚的脸色非常难看，煞白的厉害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奶了。顾军皱眉，你奶不是都走了10几年了？是啊，我第一次梦见他，他在梦里死死地拽着我的手，让我不要再往前走了，说我在过去会没命的。车窗外一股阴冷的风吹入，车内其他人全部打了一个哆嗦。几晨很快笑了，李刚，你这梦做的可真特别呀，我们是去你嫂子的老家，又不是去什么地狱。我也跟着笑了。是啊，让你奶奶别担心了，我们村里的人都很友好的。李刚嗯了一声，脸色还是不太好看。再过一会儿就到了，我们就要下来走路了，我妈已经给大家做了一桌子菜呢。我细声说道。这破地方还要走过去，麻烦顾军没好气地吐槽道。行了，顾军继晨呵斥道。顾军这才闭上嘴，没说话了。车又开了10几分钟，周围已经全是荒山，没有任何行人经过。天早就黑沉了下来，下起了蒙蒙细雨。辛苦大家得下来走了。周青为难地皱了皱眉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今天穿的是一双厚底鞋，上面有个明显的 logo。周青，陈哥，这里的山路太陡了，我怕我走不动。几晨想都没想，直接回道，我背你。周青有些不好意思，那嫂子呢？几晨看了我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心虚和尴尬。我善解人意的微笑，这路我从小走到大，已经习惯了，你背着周青吧。几晨显然对我的善解人意非常受用，他附在我耳边说道，老婆真乖，晚上好好补偿你。我有些恶心，但又装作红着脸害羞的样子。我看到周青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几晨背着周青，有些吃力地往前走着。这儿山路非常的陡，饶是几晨经常锻炼，也有些吃不消。中途周青想下来自己走，几晨胡闹，就你这小身板还不得摔跤？周青捶了他肩膀一拳，两人旁若无人的在我面前打情骂俏起来。顾军在一边起哄，李刚的脸色还是不太好。我发现他的视线一直若有若无地停在我身上，可等我看过去的时候，李刚又迅速转移了视线。我忘记跟大家说了，我们村有自己的规矩。我开口说道，进村之后都不能用手机拍视频或者拍照，否则村民们会生气的。顾军的脸色立刻难看了，他特地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直播。不是，白眼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也知道我是个户外主播，我怎么可能不进行直播？陈哥，你听听这都什么破规矩？他当他们村是国家保护地呢？几晨也跟着劝我，言让顾军少直播一会儿没事吧？他最近刚好缺素材。我耸了耸肩膀，到时候惹他们生气了，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哦。上一个来这里想拍视频的人，死前被挖去了双眼。惨叫声足足响了半个多小时。顾军冷哼一声，显然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。几晨喘着粗气，把周青放了下来。他大汗淋漓，跟水里抛出来的一样。周青心疼地咬住嘴唇，帮几晨擦汗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知道我要带人回来，村长早就站在了村口迎接我们。白岩，你回来了？这就是你的朋友们吗？村长拄着拐杖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村长看起来很年轻，不过30来岁，但却佝偻着背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看着十分违和。但只有我心里清楚，我们村的人只是没有皮肤，但寿命却和正常人一样。我们可以随意的换新的皮，但却改变不了身体的老去。村长虽然换上了30来岁的皮，但其实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。陈哥，这人瞧着好吓人啊！周青瑟缩一下，躲在了几晨的背后。村长的眼睛很怪，眼珠子很小，眼白却很多。被他盯着的时候，的确会有一种瘆人的感觉。不过我和村长的关系很好，他从小看着我长大，待我如同亲孙女一般。是啊，村长，这位是我的男朋友。我挽着几晨的手，害羞地笑了起来。
村长死死地盯着几晨，将他看得直发毛。很好，很好，你弟弟会很高兴的。你这次带了4个人回来，大家都会很感谢你的。走吧，去我家吧。我对着他们说道。几晨他们都带着几分好奇往前走着，只有李刚站在村口不动。李刚，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。李刚如梦初醒一般，一个机灵。陈哥，我们能不能回去啊？他脸色十分苍白地说道。顾军第一个不愿意。不是李刚，你不就是在车上做了一个梦吗？这就被吓住了，你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当初你把人打得半死的时候，都没见你害怕过呀。顾军脱口而出，很快他在几晨的眼神示意下，知道自己嘴快了，连忙闭上嘴巴。李刚摇了摇头，颤抖着说道，不完全是梦的原因，我刚刚好像看到霍小燕了。李刚这话一出，我看到几晨他们脸色瞬间都不对了。你他妈瞎说什么？顾军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周青小声说道，霍小燕不是早就已经？我好奇地问道，霍小燕是谁啊？几晨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别管李刚，这家伙可能是昨晚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呢。经过李刚这么一出，我能感觉到几晨他们的情绪不太高。不过等几晨他们深入村子后，周青第一个发出惊呼声，嫂子，你们村子太漂亮了。这句话我相信他是真心的。几晨脸上也挂着惊艳的表情。顾军比我想象的破地方稍微好点。李刚抿着嘴不说话，希望等会儿这里的菜也能合你们口味。我笑着说道。突然李刚猛地弹了起来，不对劲，这里不对劲。几晨没好气地扭过头，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吧？李刚面色惊恐，我刚刚看到他们都在偷看，我在窗户后面偷看我。他指着周围的房屋，房屋上的窗虚掩着一条缝隙，里头没有开灯，十分的黑。我解释道，我们这儿的人很少出村，所以比较害羞，他们看见来生人了都很好奇。要是吓到你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几晨妍妍，你不用跟他道歉，李刚今天绝对是疯了。李刚脸色很不好，不说话了。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，终于来到了我家。我家在村子的尽头，是一幢2层带院子的房子。虽然房子有些年头了，但看着却十分的干净。我妈早就站在门口，看见我们的瞬间，双眼都亮了。这位就是季晨吧？我早就听妍妍提起过你，真是个帅小伙子。我妈十分热情地招呼着季晨。季晨他们看见我妈，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发愣，因为我妈看着也就30出头的样子。季晨悄悄在我耳边说道，阿姨也太年轻了吧。顾军盯着我妈，脸上露出邪恶的笑。我很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周青娇娇弱弱地说道，陈哥，里面会不会有味道啊？我听说农村人家里头都是有猪圈的，而且上的还是旱厕。我十分大度地说道，你放心，我们家去年刚装修过，厕所都是现代化的，你不用担心上旱厕。周青在我这没讨到乐子，无趣地闭上了嘴。突然李刚又大叫了起来，顾军，你他妈今年中邪了是不？李刚面露惊恐的神色，颤巍巍地指着一处小房子说道，我刚刚看见这间房里头有个长得非常可怕的人，他的脸全部烂掉了，整张脸贴在窗户上看我。我面不改色地解释道，这是我弟弟，他从年幼开始就生病，希望不会吓到你们。顾军眼珠子转了一圈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妈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热气腾腾的汤上面漂浮着许多肉块。几晨他们明显吞咽了一口口水，就连之前一脸嫌弃说自己不爱吃肉的周青，此刻也盯着肉汤直愣神。阿姨，这是什么汤啊？闻着好香啊！几晨吸了一口气说道，我们这后山上的野猪肉，我妈的手艺很棒吧？我微笑着说道。看着他们大快朵颐起来，我嘴角微微翘起。正好这些被剥皮的人的尸体，连猪也吃腻了。吃过晚饭之后，顾军说要去上个厕所。我给他指了方向之后，发现顾军并没有朝着厕所的方向走去，而是径直走向了我弟所在的屋子。不过没过一会儿，我就看见顾军惨叫着爬了出来，他一脸惨白，指着身后的我弟，操，吓死老子了，这还是人吗？我弟面无血色地站在那儿，身子薄得几乎跟纸一样，他脸上全是腐烂的脓包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臭味。弟弟头上的头发基本都掉光了，只剩下稀稀疏疏几根。我没想到，明明上个月见到的弟弟还是一个阳光少年，可现在他看着仿佛一个垂死的老人。弟弟眼神阴沉地盯着顾军。周青吓得尖叫一声，直接躲到了几晨怀里。陈哥，他长得好吓人，好像一个怪物。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弟看见我的时候，灰败的眼神里出现了一丝光亮。他一张口，我才发现他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。仅仅1周，我弟的身体就光速地腐烂了下来。不过由于他全身上下都长着腐坏的脓包，几晨等人并没有发现他并没有皮肤的事实。顾军，你不是要去上厕所吗？跑我弟房间干什么？我问道。顾军有些心虚，我走错了不行吗？可我看见他手机分明还亮着，停在了直播界面。他去我弟房间是要进行直播的，恐怕是之前听李刚说的话，觉得我弟是什么稀有素材吧。李刚害怕地指着我弟，就是他之前在偷窥我们。李刚这个大男人脸上的此时全是恐惧。
弟弟的眼神停留在了几晨身上，几晨被他看得直发毛，下意识地往后退着。我弟声音极其嘶哑地开口道：“姐，这就是几晨哥吗？”我很喜欢他的模样。我弟一边靠近几晨，一边痛苦地用手抓着脸上的脓包，不时有脓包被他抓破，溅出腥臭的液体。周青已经被恶心坏了。顾军大吼道：“妈的，死怪物，离老子远一点！”听到怪物这2个字，我弟和我妈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。不过我妈很快换上笑脸：“晨晨，你回房吧，免得吓到客人。”我弟点了点头，步伐僵硬地走回房间。几晨等人心有余悸地喘着粗气。李刚神经质地大声喊着要回去，他涨红着脸，任继晨怎么劝都不好使。李刚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这边山上很多野兽，如果你现在要走路到停车的地方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好心劝道，李刚却完全不听劝，发疯般地往外跑去。他一边跑一边喊道：“你们都是傻子，我乃提醒的对，这里很危险。”几晨想去找李刚，却被我拦住了。他很快就会回来的，这里村路复杂，他连村口的路都不会找到，很快就会放弃的。我微笑着说道。只不过回来的还是不是李刚，那就说不准了。这村里过了18岁还没找到皮肤的可不止我弟一个人。李刚现在冲出去，就像是闯入狼群的羊，不被生吞活剥了才怪。几晨此时也没心思管李刚，点了点头。我妈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房间，我和几晨一间，顾军和李刚一间，周青单独一间。陈哥，我不敢一个人睡觉，我可以和你们睡一间房吗？我可以打地铺的，周青轻声细语地说道。几晨看了眼我，言，周青他从小就胆子小，我很大度地表示没关系，周青可以和我睡一张床。这时院子外头传来动静，我转头一看，是邻居翠花来了。翠花长相甜美，身材更是十分婀娜。她走进来的时候，顾军一双眼睛都粘在她身上了。几晨也看着翠花愣了会神。周青明显不高兴了，他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好浓的香水味啊！”翠花身上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。她在前几天刚过完18岁生日。不过他很幸运，一个网红团队刚好来这探险。这网红是做直播加擦边主题的，所以身材是一等一地好。翠花拿走了网红的皮，但我们刚换上皮的1个月内，必须得用香水掩盖人皮上的血腥味，直到完全和这张人皮融合，这股味道才会散去。哎呀，白爷你可真是好眼光，带回来这2个帅哥。翠花娇着嗓子说道。她笑得非常的甜，直接走过来靠在顾军身上。顾军很明显已经被她迷得7荤8素了。翠花的目的我知道。他的弟弟后天也要18岁了。顾军皮相不错，他看上了顾军的皮。哥哥，要不要来我家看看呀？翠花撒着娇说道。顾军狂点头。没一会儿，2人就有说有笑的离开了。嫂子，你们这儿的女人也太那个了吧，你该不会也是这样的吧？周青看着我说道。言才不是这样的。几晨替我解释。周青别过脸，很显然是不高兴了。几晨又耐着性子去哄他。我和我妈对上了视线。今夜便是换皮的时间。9点多的时候，李刚回来了。他一进门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。我知道李刚已经被人换掉了皮。喂，你去哪里了？是不是找不到出去的路又回来了？几晨没好气地说道。李刚的嘴角勾起一个弧度，笑得十分僵硬。这也是刚换上皮的后遗症。刚换皮的那段时间，我们还需要和新的人皮进行融合。现在的李刚一眼瞧上去就笑得很假，像是贴了一张人皮面具在脸上一样。几晨和周青似乎也感觉到有点不对劲，可他们压根想不到李刚被人换掉了。几晨盯着李刚，半晌说道：“刚子，你袖口那是血迹吗？”李刚的视线缓慢地下移，然后闷闷地说道：“不小心刚刚摔跤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跑走的。”几晨没想到李刚竟然会认错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回来就行。”李刚说完便说自己困了，就去睡觉了。他推门走入屋内：“走吧，我们也去睡吧，别管顾军了。”几晨打着哈欠说道：“那小子现在肯定沉浸在温柔乡里头呢。”周青却愣在了原地，他看着我和几晨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。我微笑着问他怎么了。周青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：“你们难道不记得之前李刚是左撇子吗？可是他刚刚推门用的手是右手。”我没想到周青这个时候居然比几晨还要敏锐一点。几晨也愣了。我连忙说道：“你们没听李刚说他自己摔了一跤吗？他左手袖口都是血迹，很明显摔的是左手啊。”言说的没错，你这小家伙是想多了吧？几晨无奈地揉了揉周青的脑袋。周青也是哦，我真是个小笨蛋。我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先回房休息，我和我妈聊会儿天。几晨，我妈已经帮你打好地铺了。”几晨和周青显然十分惊喜，我给他们准备了独处的时间。几晨连忙说好。等他们转身进房的那一刻，我收起了笑容。我来到了厨房，我妈正在磨刀，刀上沾染着陈年血迹。她红着眼，十分激动地说道：“这次多亏了你，言，你弟终于不用再受苦了。我弟比我小5岁，
可他从小就很宠我，什么事都让着我。我妈也很疼我，家里如果只有一个蛋糕，那必然是先给我吃的。我弟只能眼巴巴地站在一旁看着。可我问他要不要吃的时候，他却扬起一个笑脸。爸爸以前说了，蛋糕是要留给女孩子吃的。厨房的角落里摆着一个巨大的铁桶，那是用来放血用的。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，丫头，如果你真的喜欢几晨，我们也可以选择顾军的皮。我想到在几晨手机里看到的种种，咧嘴笑了。妈，刀别磨了，这样可以慢慢地剥他的皮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顾军的直播间。顾军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他直播间的名字，不过昨晚我在几晨的手机里看到过，他是在外网直播的。一点开，我就看见了顾军凑在镜头前的脸，观看的人数还不少，有1000多人。直播间飘过不少弹幕，军哥，等了好久，你终于开直播了。昨天你不是就预告了今天要玩一个农村姑娘吗？快给我们看农村大花姑娘啊！直播间的弹幕污秽不堪，顾军邪恶地笑了起来。别急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的女主角可是长得漂亮的很，你们要大饱眼福了。火箭还不赶紧给我刷起来！他现在去洗澡了，等会我就把手机藏好，让你们看个够。顾军把手机藏在了角落里，确定镜头能对准床之后，便放心地躺到床上。吱嘎一声，直播间里传来门被推开的声音。翠花裹着浴巾走了进来，我勾起嘴角，干脆捧了一把瓜子嗑了起来。看来好戏要开始了。直播间的观众果然也更加兴奋了。卧槽，军哥牛逼啊！这女主角可比上次的霍小燕漂亮多了。看到霍小燕这个名字，我目光沉了下来。霍小燕，是那个1年前自杀的那个吗？那女的也真是无聊，不就是被军哥和他的那2个朋友一块玩了，就非要闹死闹活的要自杀？咱们数数有多少个女人为了军哥自杀了？算上霍小燕好像3个了吧？军哥不愧是我们男人的神。话说你们没觉得这个女主角有点眼熟吗？我怎么瞧着那么像1年前失踪的网红猫小跳啊？靠，你别说，好像还真是她。我记得猫小跳肩膀上有个黑痣，这女的也有，可猫小跳都已经失踪好久了，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农村妹啊？你们别胡说，之前我听我当警察的表哥说，警方都在悬崖下发现了猫小跳的鞋子和衣物，猫小跳早死了。镜头里，翠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她猛地转过头，直勾勾地盯着藏手机的方向，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宝贝，来吧。镜头里，顾军脱光了衣服，可他等来的却不是翠花的投怀送抱，从他们躺着的床底下爬出来一个血肉模糊的人。顾军吓傻了，直播间里的人也傻了。我看到弹幕疯狂地刷着卧槽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顾军惊恐地大叫。翠花不满地皱眉，你可真没礼貌，这是我弟弟。你弟？他怎么没有皮肤？顾军下意识的就要跑，可他冲到门口，却发现门早就被锁了。让我出去！顾军疯狂地砸门。我嗑着瓜子，愈发的起劲了。翠花的弟弟朝着顾军蠕动了过去。姐，这张皮可真俊。翠花他弟说道。那可不吗？这次你要感谢你妍姐，这些人都是她带回来的，听说家里都挺有钱呢。顾军脸色煞白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翠花懒得跟顾军解释，她从床下拿出了一把尖锐的弯刀，明晃晃的刀尖冲着顾军，照着他惊恐到极点的脸。会很疼，不过我们会先拔掉你舌头的。翠花说完这句话，又朝着镜头看了一眼，显然她早就发现了，翠花这丫头就是调皮。下一秒，直播间的画面断了，直播终止。我明白，他们要开始换皮了。我关掉了手机，让我妈做好换皮的准备，也该是时候换掉几晨的皮了。我回到房间，几晨和周青的脸都很红，尤其是周青，气喘吁吁的，眼角还挂着泪痕，生怕我不知道他们刚刚做了什么一样。半夜，我和周青并排躺在床上，我转过头盯着他的脸，悠悠地说道：周青，你还记得霍小燕吗？周青的身子猛地一抖，他难以置信地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他不是自杀的。黑暗里，我咧嘴笑了。那天他被他们欺负后跑了出去，他看见你，原本想找你求救的，对吧？可是你嫉妒他被几晨碰过，你亲手把他推了下去。周青缓缓瞪大眼睛，呼吸猛地变得急促起来。李刚不是说在村里看见过霍小燕吗？其实他没有看错，是我们把霍小燕的皮带回来了。霍小燕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，她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，还拨通了，我亲耳听到了全部的过程。我其实是故意接近几晨的。周青猛地爆发出一声尖叫，地上的几晨被吵醒了，一脸茫然地问怎么了。周青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他早就知道霍小燕的事了，还要跟你在一块儿，他还说把霍小燕的皮也带回来了。几晨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不过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吱嘎一声，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我妈拿着刀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的是我弟。几晨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了，白言，你妈手里怎么拿着刀？周青尖叫一声，
不安地躲到几晨的身后。不拿刀的话，怎么杀牲畜呢？我微笑着说道。几晨和周青第一反应就是要跑，他拉着周青，猛地撞开我妈和我弟，朝着大门冲去。可等他冲到院子口的时候，才发现大门早就被人锁住了。几晨的脸色现在十分难看。白岩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认识霍小燕，难道你是为了替霍小燕报仇吗？我承认，我确实玩过她，可我没想让她死，她的自杀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几晨见我只微笑不说话，又放软了语气。白岩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你看在我们这几个月的感情，放了我们好不好？我是真心喜欢过你的。我笑得更深了。几晨，那当初小燕让你们放过她的时候，你们放了吗？她不是也求饶了吗？顾军用刀在她的身上刻字，那个时候你阻止了吗？几晨面色发白，嘴唇动了几下，说不出话来。周青此刻也不再伪装了，他厉声说道：白岩，如果你伤害了我们，我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死了，你能轻松地活下去吗？我爸妈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周青的脸上满是狠厉。是我把霍小燕推下楼的，不过那又怎么了？她不过就是一个农村人而已，命值多少钱？几晨震惊地看着周青。周青，你怎么能？周青满脸泪水。陈哥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可你呢？你口口声声说我在所有女人里是最重要的，可你还是一直去交新女朋友，和顾军他们一起玩女人，我恨不得全部将他们杀光。行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次逃走的机会，如果你们能逃出去，我就放你们走。我缓缓说道。几晨和周青激动地看着我，可是我知道他们根本走不掉，被换皮的李刚和顾军都在门口等着他们。我们村的人没什么别的优点，唯一的优点就是团结。我打开了大门，几晨拉着周青快速地跑了出去。他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顾军和李刚。快跑，白岩一家全是疯子，他们要杀了我们！几晨朝着他们大喊道。不过很快他脸上的表情就变了，顾军和李刚手里全部拿着刀，两人露着诡异的笑，朝着几晨和周青逼近。顾军，我是几晨啊，你们怎么了？几晨焦急地大喊。不过很快他就喊不出来了。李刚来到他身后，一下就把他打晕了过去。至于周青，晕得更快。谢谢白岩姐姐。顾军，不，翠花的弟弟认真地对我说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不客气。等几晨他俩醒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已经被绑在我家厨房的案台上了。几晨嘴巴被堵住了，发出惊恐的呜呜声。周青更是吓得眼泪鼻涕呼满了脸。我拿刀缓缓划过周青的脊背。周青不愧是有钱人家的千金，皮肤跟牛奶里掏出来的一样。原本我还准备换一张新皮，但又想了想，还是把皮留给村里其他即将要满18岁的女孩好了。周青不断地哆嗦着，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绝望和哀求。我咧嘴笑了。等会我有些疼，你们忍着点。不过我会尽量让你们死得更慢一点。我在他们恐惧到极点的眼神中举起了尖刀。厨房地上全是血水，我整个人也跟在血池里抛出来的一样。地上躺着2具没有皮肤的尸体，正是周青和几晨。我擦了擦脸上的血，把皮递给弟弟。半小时后，已经变成几晨的弟弟站在我面前，他红着眼睛，哽咽着抱住了我，迎接自己第2次新的生命。现在的他终于可以不用躲在村子里了。周青的皮被我小心翼翼收好了，留给下一个需要的女孩。